画面中这只像得了帕金森一样在抽动的动物叫做变色龙，你应该有见过。那这个动作是为了随时停下和环境融为一体。如果你觉得这个变色龙哇真的很可爱，我很想养它的话，那不好意思，变色龙在中国你自己饲养是违法的。那它们主要分布在非洲大陆还有马达加斯加岛。于是这一次我们一点点小分队带上了冬青老师，共同来到了马达加斯加，打算和你一起来揭开这种魅影生物的神秘面纱。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变色龙的时候，就被它奇特的外观给深深吸引住了。它们身上覆盖着细小多彩的鳞片，四只脚都是这样对握的小钳子的形状，所以可以很牢固的抓着树枝。尾巴既能卷成一个圈，也可以缠绕在树上辅助爬行，基本上算是它的第5只脚。而我们看下来，变色龙身上最奇怪的部位，应该就是这个了，对吧？它们的眼睛真的很怪。我们的人类眼睛，如果你观察过的是这样长在正面的，而变色龙的2只眼睛分别是在身体的2侧，而且每一只可以独立360度的转动，非常的灵活。你可以试一下，你的眼睛可以转多少度？它们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环境中在动的东西，然后就一直注视和观察着。当我们在它们背后拍摄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甚至会把眼睛朝后盯着你，这个感觉超级奇怪。那你甚至可以说变色龙它是有后视镜的，因为它眼睛就是这样。那变色龙眼睛这么厉害的话，它看到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那其实单纯从结构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它的眼睛很像是一个全景相机。于是我们也模拟了一下，在我们拍摄它的时候，它眼里的我们可能是这样的。当然，变色龙的眼睛除了能够独立运动扫描周围环境之外，还拥有极强的聚焦性能，能够帮助它们高效的瞄准猎物。它们的英文名 chameleon 来源于古希腊语，其中 chamai 的意思是地上， leon 的意思是狮子，合起来就是地上的狮子。那当然，你可能觉得这个威猛的名字和它们蠢萌的外表会有一些反差，而当我们真的用高速摄影机拍下它们捕食的画面的时候，我想你应该多多少少能够感觉到一点为什么以前的人是这样叫它的。它们真的就是丛林里面的魅影猎手。从画面里面你可以看到，在锁定猎物之后，变色龙会微微张开嘴巴开始蓄力，然后能在0.01秒内把舌头以97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弹出去。那除了快之外，它们的舌头也非常长，甚至可以达到体长的1.5倍。它们的舌尖可以产生强大的吸力，唾液的粘性也会比人类的高大约400倍，和胶水是差不多的。那这些强大的能力足以让它们捕获重量可以达到其体重1/3的猎物，或者在吃到树枝的时候怎么办？当然就是它可以把自己给直接拽过去。那看完了这么多变色龙的行为，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会和我有一样的好奇的点，就是这些东西它们怎么样才会变色？这个变色龙到底高明在哪里？在很多视频里面，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这样的，我一直以为变色龙真的就是这样变色的，对吧？直到我们真的见到它，我们才意识到以前网上那些视频都是骗人的，这是特效。这是特效，这也是特效，这些全部都是假的。那变色龙真的变色是什么样的呢？这个速度又到底快不快？带着这些疑惑，我们想拍摄一下它们变色的过程。但是尝试了好久，我们发现这现实的情况和我们预期的真的不太一样，或者说太不一样。同一只变色龙在不同的场景位置里面，你看它确实会变化这么一点颜色，然而这个变化的程度真的很小，而且速度非常慢。你可以感受一下，这是一只国王变色龙的变色过程，大概10分钟的时间里面，它身体会有像这样的变化，只有整体颜色变淡的一些迹象，然后脊背处的黑斑会消退。而冬青老师和我们说，可能是因为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其实它们颜色变化比较多的是在晚上。而当夜幕降临，我们再次过来的时候，也的确拍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因为它会因为心情
温度和同类间的交流，以及伪装需求而改变自己的颜色。所以它可能变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是吗？是的，是的。从微距的视角来看，它们的变化过程就是在皮肤上泛起了一些蓝色的颗粒，和原本的黄色组合就变成了对应的绿色。而和这只国王变色龙由黄变绿不同的是，晚上的圆角和七彩变色龙有另外一种变色策略，它们睡着时是比较鲜绿的，然后感受到刺激之后，身体的颜色会慢慢变暗。那我们也禁不住会问一句，为什么呢？这应该是跟它们的栖息地环境不同有关。七彩生活的环境相对开阔，就是周围没有那么多树叶遮挡。如果说被发现了以后，它优先变成跟黑夜融入黑夜是最佳选择。而国王生活在林冠层，生活在树影中间，所以它会优先变绿。这应该是跟环境有关系。所以这些都是它们的保护色。对对对。而变色龙实际的变色原理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参与变色的一共有3层细胞，表层有黄色素细胞和红色素细胞，负责提供一个基础的颜色。中层红彩细胞是关键，里面的鸟嘌呤微晶体阵列可以改变间距，反射不同颜色的光。间距较小的时候，主要反射波长较短的蓝光；间距较大的时候，会反射波长较长的黄光、橙光或者红光，与表层叠加就会有相应的变化。而最深层的黑色素细胞通过黑色素小颗粒的扩散或者聚拢来决定整体变深或者变浅，或者体现出对应的纹路。那这一套变色机制也塑造出了颜色土不拉几的枯叶变色龙，还有绚丽斑斓的七彩变色龙，还是挺神奇的。那么前面拍摄的讲真的都还是比较温和的颜色变化，而当它们相互示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会变得非常的鲜艳。那这种情况往往是2只雄性之间产生了对峙，目标可能就是在旁边的雌性变色龙，它们的身体会高高隆起，并发出嘶吼的声音。如果这些手段都不能吓退对手的话，势均力敌的双方便会立刻开启一段自由搏击。战败的一方往往会掉下树枝，然后被压制在下位。如果没有新一轮雄起的话，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这片领地，还有对应的配偶。然而非常不幸的，就这场争斗并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苗。雌性在观摩了这场战斗之后，只是淡淡的走开了。在拍摄过程中，我们也有注意到，有一些变色龙的体表会有这样白色片状物的产生。那这是因为得了什么病吗？或者是受伤了吗？我们也问了冬青老师，而他解释说，这是变色龙在蜕皮。它们的体表有一层角质的鳞片，这些鳞片是不能随着生长而及时的去长大的，所以它们就要蜕掉旧的皮。那它这个每一次蜕皮就意味着有一个长大的过程。对，它就会长大一些。通过多次蜕皮，以国王变色龙为例，它们可以从不到1片叶子的大小，体型增大10几倍，长到60厘米左右，还是挺夸张的。变色龙本质上是鬣蜥亚目蜥蜴科的一类蜥蜴，而我们有些视频里面会看到一些非洲居民会抓蜥蜴来吃，那我们真的忍不住会问这个问题，对吧？就是变色龙的肉到底可不可以吃？那么也了解了一下，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确实没有人吃变色龙。那一来主要是因为它们是以昆虫为食，其肉质可能带有比较浓重的腥味，而且它们需要长时间在树枝上保持静止，肌肉会纤维化，坚韧又缺乏脂肪，反映到口感上可能会又柴又硬。那再加上这里也没有一些关于吃了壮阳还有以形补形的说法，所以它们也因此逃过了被人类捕食的风险。全世界已知的变色龙种类大概有200多种，而其中约有一半分布在马达加斯加，所以在这里它们并不算罕见。但是我们本来以为它应该过得不错，这一段时间生活下来以后，我们发现它们的处境实际上说不上怎么的好。虽然变色龙这样走得很慢，在野外保护了自己，但在当地的一些部族传说中，变色龙是死亡的象征。变色龙是要传达让人类永生的旨意的，其他跑得更快的动物是要传达人类会死亡。结果变色龙走得慢了，被其他动物抢先了，所以人类从会永生的生物变成了会死的人。所以在有些部族，他们遇到变色龙并不会这么友善对待他们，而是直接把他们残杀掉。除了被迷信残杀之外，过去一些粗放雨林开发和非法宠物贸易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生存压力。现如今，全世界约有36%的变色龙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岛这些独特的自然生态资源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政府也颁布了相关的保护法规，并且划定了国家公园和对应的保护地。而我们所拍摄的蝴蝶谷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色龙农场，这里面饲育了10几种不同的变色龙，还有其他的动物，每年都会接待很多的爱好者和游客。这里也成为了人类窥视雨林生境的一个窗口。所以我们也很庆幸能和你一起来到这遥远的热带雨林，见到这些奇特的雨林生物，聆听属于他们的自然故事。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也欢迎给我们点点小心心，记得关注我们，这样有很大的帮助。也很感谢冬青老师给我们提供的科普支持，还有探索马达加斯加在地接方面提供的帮助。万千自然，每天都有变幻莫测的精彩瞬间，让我们探索世界的旅途也还在继续。那么下次再来点不一样。哦，它在拉屎，它在拉屎。啊，这个就是变色龙的屎，我看一下，就有点臭臭的，就是因为它可能吃的是虫子，会有很多蛋白质，所以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硫化氢这种物质，会很臭。